Hello， 大家好。提到共济会引发世界大战、操控经济、外星人控制的影子政府，反正啥不好的事儿、解释不通的事儿，赖到人共济会头上就行。可是共济会还一直在宣扬着打破旧有的秩序，建立美好的新时代。那共济会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，直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这本书还真不是讲这个事儿的，但他却提及了这件事儿，我才终于知道他是怎么想。不捧也不黑，今天就来聊聊共济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。西方的所有事儿最后都会扯到圣经上。圣经启示录上就说，天使把魔鬼关起来了1000年，但1000年之后就关不住了，魔鬼就跑出来了，然后还把坏人都给复活了，一起在世界上作妖。这时候就会出现大水、瘟疫、天灾人祸、蝗虫，反正他们就是无恶不作吧。就在魔鬼的统治下，再经历1000年，然后呢，所有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，也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行为都写在生命册上，根据生命册审判你。所有干坏事的，或者是生命册丢了的，都被扔进火海里烧死，这样不都剩下好人了吗？所有的好人呢，就在地球上等着神第二次降临，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国家叫做弥赛亚。这时候人和神是要一起生活的，地球也就像天堂一样美好。所有相信这些千禧年传说的人呢，致力于打破旧有的秩序，建立一个新时代，建立新时代。他们不但是这么想的，还把这句话印在了钱上。美元后面金字塔下面的这一圈就是用拉丁文写的新时代秩序。新时代秩序一听就是集体的大转变，不可能是一个人2个人的事儿。怎么能彻底改变人类已经适应了上千年的习惯呢？就是科技。谁说的？1624年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新亚特兰蒂斯》。就亚特兰蒂斯的书太多了吧？这本书它有啥出奇的呢？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·培根，他肯定挺好吃。培根的书是在他死后3年出版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在15几年的时候就已经预测了我们现在的生活，也就是他在400年前就已经精准的预测了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生活，所以他被视为先知。他就说人类的宗教基督教什么的，那都是从亚特兰蒂斯来的。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呢，也要比我们现在的人类进步非常非常非常多。人家不信什么鬼啊神儿的，他们只相信科学，他们也懂得用科学机械来操控自然，控制宇宙。在亚特兰蒂斯，科学家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他们有过工作的地方叫做所罗门之家，也叫做王国之眼。科普一下所罗门之家，所罗门是以色列极富传奇色彩的国王，他特别聪明特别厉害的一个人。他为上帝在耶路撒冷盖了个房子，叫做第一圣殿。因为没过多长时间吧，这房就被烧了，又建一个，为了区分呢，它就叫第一圣殿，也叫做所罗门圣殿。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这名听着有点耳熟，外国人好像好多都叫大卫。没错，他们好多人的人名都是按照圣经起的，圣经名毕竟有限嘛，所以重名就特别多。大卫呢是摩西的后代，摩西听着是不更耳熟？摩西呢，他也是以色列人，之前呢在埃及盖房子，后来呢太累还不给工钱，他就跑了，这才有了著名的出埃及记。为啥埃及人要找以色列人盖房子呢？因为巴别塔就是这帮人盖的，约柜不也是他们盖的吗？他们就根据约柜的工艺盖的第一圣殿。这帮人他们是诺亚盖方舟，盖巴别塔，摩西盖金字塔，盖约柜，盖圣殿，这帮人的后代。总之他们就是活好不粘人，盖的还快。但是他们呢老被人抓走盖房子还不给工钱，他们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工程队的队名，自由挖工，也叫 Free Acceptita Mason， 简称 Freemason， 也叫做共济会。挖工用什么工具呢？圆规画圆用的，代表着约束与控制；角尺画直角用的，代表着统一的秩序。G 呢代表啥呢？就是 God， 上帝教会你 Geometry 几何知识，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以上帝之名操控宇宙。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在1938年，至今呢是84年，相当于一个健康人一生的时间。但是这84年却跟之前的84年甚至之前的几千年比都有了巨大的改变，他们的目标也确实成功了。
科技急速发展的时代，我们的生活也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旧有的秩序、旧有的习惯全部被推翻。我们现在也被手机、智能、网络操控着，甚至没了手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操控人类，打破旧有秩序，然后呢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这种迎接新时代的到来，不可能是今天过完平平安安过明天的那种，而是不比大洪水大吧，反正也比大洪水小不到哪儿去的那种，带有破坏性的、带有毁灭性的一次大灾难的那种。为了为这次灾难做好准备呢，诺亚方舟已建好，来哪儿呢？在挪威的斯瓦尔巴岛上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，地球上所有的植物种子都已经被保存在那儿了。如果真的发生那种巨大的灾难，人啊、建筑物啊、所有东西啊，可能都会被毁灭，但只有一种东西会存在，就是石板、泥板。准备好了，1980年在美国乔治亚州，咵嚓一夜之间出现了一堆大石头，这些大石头都特别高，高有6米多，每块都有老多吨了，一共有8个面，8面呢分别用8种不同的文字记录着新时代的10条戒律。第一条戒律就是把人类控制在5亿人口以下。我前2天刚查的，现在是78亿人口。我数学不好，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每78个人里头只能活5个人。我一想，我肯定不可能是那5个人，但我又想，那5个人亲戚朋友都死了，他们不难过吗？第2条，明智的引导生育，增加健康计划。听上去和第1条挺像，不就是优生学吗？但是它是模仿圣经里头的世界，可能重复的话像吃葫芦是反复说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我们想让西瓜更甜，就要通过选择特别甜特别大的西瓜种子来继续育种，一代一代的挑选，大规模的繁殖出更甜更大的西瓜。如果我们想让小狗更符合我们的心意，更可爱的话，就要通过杂交培育出我们喜欢的可爱狗，然后再不断的批量生产。比如那种特别大的泰迪贵宾犬或者折耳猫就属于这里，就是用科学的手法让人类、让小动物、让植物进化成它想要的样子。第3条，用一种语言将人类团结起来。就这话哈，我一看到立刻就想到巴别塔。巴别塔就是当年地球发生大洪水，给所有人都淹死了，只有亚当他家活了。后来亚当的子孙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就特别害怕上帝再给他们淹死，他们就开始建一个塔，特别高的塔。上帝一看，哎呦我，你们这是要上天呐，就让人们语言不通，产生分歧，互相猜忌，这样就没有时间建塔倒塔了。还有最后1条，不要成为地球的癌症，为自然留出空间，为自然留出空间。说2遍，这石头就一夜之间咵嚓出现在那儿了，然后上面没写我共济会，我光明会，这我立的。但是谁有这闲钱，谁有这闲时间，谁有这闲心，谁有这能力干这件事儿，立刻把帽子扔给共济会。但是也不能怪别人，老赖着他们。有一个网站叫做卡米洛特工程网站，这个网站呢，就是致力于揭露一些社会当中的隐秘现象。网站的创始人呢，在2010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视频，他就说他一个朋友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会议，不小心的错误的进入了会场，但是他进去之后呢，他越听他越害怕，越听越害怕，想了好几年就把这事儿告诉给了这个网站创始人叫比尔，就告诉比尔。这个聚会吧，有好多经常能在媒体上露脸的政商界的大佬，讨论的内容呢是他们在进行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正在逐步有序的进行，现在进行到哪步了，出现什么问题了，大家一起讨论再解决。说下一步要在中国释放一种病毒，这个病毒最开始能造成感冒。他在说感冒的时候，小手就这样抓，这个意思在英文中代表着特殊的含义。这个感冒之后呢，就要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。2010年呢，当时他说这些吧，别人要不觉得他就是疯子，要不然就是为了流量开始胡说八道。直到2019年新冠出现了，他的网站爆火呀，人们才知道这是真实。你看啊，上帝是不让我们用一种语言的，但是呢，他却要用一种语言把我们统一起来，那不就是反上帝吗？上帝反过来不就是魔鬼吗？他们不就是小鬼吗？我们不就是在恶魔的时代吗？而且呢，佛经上也说末法时代，那
那不就对上了吗？不过吧，话又说回来，他们本身不也是建巴比塔的那些人的后代吗？想要再用语言把人类统一起来，也说得过去，就是说不忘初心了吧。但是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，是不是要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，是不是会发生大洪水，只要你看了这2条视频，并且会运用当中的规则，谁也拿你没办法，上帝也带不走你。耶稣说的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